按手印儿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员外看上小小去配冥婚，那是他的福气，也是咱们老林家攀上高枝的机会。我不是熬夜盘库存，踩空摔下楼梯了，这是哪儿？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原主跟妹妹林小小爹娘早死，被大伯占了家产，现在要把妹妹卖去给赵元旺死了的儿子配婚。我穿越了，穿到这个人吃人的乱世了。林彻，大伯这也是为你好。你爹娘死得早，你看这年景，城外树皮都被流民啃光了，再过2天连树根都没得吃。把小小嫁过去，赵员外赏咱们半袋米，至少你能活命啊！哥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！大伯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哥吧！吵死了！林大才，本员外的耐心有限，半袋糙米买着贱丫头一条命。哼，换做平时，这种干瘪的丫头倒贴我都不要。赶紧按手印儿。错过了这个村儿，你们兄妹俩就等着饿死在街头被野狗啃吧！林彻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想饿死全家吗？按，给我按！半袋发霉的沙子，也配埋我林彻的妹妹？啊！小畜生，你敢打长辈，你反了天了！赵员外，这小畜生疯了，直接打死他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，打剩一口气就行，别坏了给我儿配冥婚的丫头的运气。超市系统已激活，空间锚点已绑定当前木门。几个狗奴才，真以为吃定我了？这门里是什么鬼光？这小子会妖法！放屁！大白天的哪来的妖法？他就是躲进去了。给我冲进去，把他拖出来！米，没有沙子，没有糠的雪白精米，甜的，是甜的。皇上吃的御天胭脂米也不过如此啊！半袋发霉的垃圾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这种狗都不吃的东西，你们自己留着下葬用吧。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酸，哪来这么珍贵的贡米？一定是偷的！你们几个把它给我拿下！这袋贡米是赃物，本员外要没收。对，员外英明，这小畜生绝对是昨晚偷了城里的粮仓，把他抓起来见官。这米都是员外您的。想硬抢？行啊，正好拿你们记个齐。呸！给脸不要脸的贱骨头，还敢拿个烧火棍装沈冬妹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哥，快躲开！小兔崽子，放开老子！你们3个还愣着干什么？弄死他！这是什么邪物，竟能引雷火？莫不是西域传来的雷火法器？先世饶命！先世饶命啊！我们就是下人，都是赵员外逼我们干的。你到底个什么妖孽？你是神仙？现在这半袋发霉的糙米，你还要换我妹妹吗？不换了，不换了！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仙人，小人该死！滚！半炷香内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至于大伯，我劝你一粒都别惦记，否则下一次天雷劈的就是你的天灵活该。滚！头也不敢。
小小，没事了，哥在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。哥，你刚才用的是仙法吗？还有那个好白好白的米。那不是仙法，那是我们以后活命的本钱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盖上盖子，等3分钟。哥，这是什么？好香，太香了，比过年时村长家炖的肉还要香100倍。这叫红烧牛肉面，吃吧，连汤都喝干净。这乱世，一个人一根电棍，防得住明枪，防不住暗箭，更防不住饿红了眼的人潮。我得有自己的人，在这年景，一口饱饭就能换一条绝对忠诚的命。香吗？想吃吗？我手里有粮，有肉，有天罚的神雷，但我的粮食不养废物，不施舍闲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铁牛，仙人爷爷，只要您管俺一口饱饭，俺铁牛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，谁敢动您，俺就活撕了他。好，我给你一顿饱饭。现在，你替我把这群人里最年轻、最敢拼命的汉子挑出来，选10个人，每人1碗米饭。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我林彻的护卫。谁敢背叛我，刚才那个被天雷劈的吐白沫的家丁，就是下场。二当家，您可得信我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小畜生手里凭空变出了足足50斤的极品雪白精米啊！那米一点沙子都不掺，颗颗透亮，皇上都不一定吃得着。等您带人冲进去宰了那小子，那米全是您的，连他身边那个水灵灵的妹妹也能给弟兄们快活快活。你少拿瞎话诓老子！白天赵员外子手里有招引天雷的回来报，碰一下就能把人电得吐白沫，递们上去不是送死？哎呦，我的二当家哎！赵员外那伙人是被障眼法吓破胆了，我可是从小看着那病秧子长大的，他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懂个屁的妖法！我琢磨透了，他肯定是在哪儿捡了个会发光的，西洋奇迹云秒物件，唬人的。现在是大半夜，他就算有宝贝，折腾一天也累得睡死了。咱们出其不意摸进去，一刀抹了他的脖子，什么法宝，什么精米，还不都是黑风寨的？好，干完这一票，老子赏你1碗白米饭。弟兄们，把刀都咬在嘴里，别出声，摸进去，男的全剁碎喂狗，女的留下抢精米。是。主公，外头来的人不少，听脚步声，起码有30-40个，他们算上我才11个兄弟，怕是30-40个，太少了，随便解决。黑风寨二当家在此，放下法宝，交出精米，老子留你们个全尸。二当家，就是他，你在那儿，那小畜生就是林彻，快杀了他！几根破铁棍也想挡老子？弟兄们，给老子剁了他们，冲进去抢米！喜欢半夜来抢劫，那就送你们一场烟火大会。铁牛，我走。爷爷饶命啊！这是神仙降罪啊！杀！彻儿饶命啊！我是你亲大伯，是你爹的亲大哥呀！我是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，求求你念在血脉亲情的份上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血脉亲情？白天你按着我的手往卖身契上摁印的时候，想过亲情吗？带着土匪半夜摸进来要杀我和小小的时候，想过亲情吗？你不是一直惦记我这袋精米吗？把他给我绑了，堵上嘴，别让他嚎叫引来野狗。明天一早，咱们进城开店，
我让你好好看着什么叫金山银山。是，主公，俺保证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，让他跑都跑不了。收拾战场，把土匪身上的银子、兵器都搜干净。明天一早，带上兄弟们，咱们进城开店。主公，俺问过了，入城税一个人要20文，咱们这10好几个人，咱身上就这点碎银子，够是够，但交了税就没啥余钱了。钱进了城自然就有，碎银子你拿着，先过去开路。看见没？那就是聚宝阁，钱掌柜手眼通天，都有份子。寻常老百姓进了门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那可不是嘛。人家做的都是达官贵人的买卖，咱们这种人凑上去都嫌沾了穷气。哟，这是哪阵邪风把城外的叫花子吹我这聚宝阁来了？几位要讨饭去城隍庙，我这是收奇珍异宝的地方，不收破铜烂铁，别脏了我这儿的地。放你娘的狗屁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敢这么跟俺家主子说话，看俺不砸了你这破柜台！怎么想在我聚宝阁闹事儿，也不出去打听打听这是谁的产业？敢动粗，今天把你们全打断腿，拉去城外喂狗！钱掌柜别动气，和气生嘛。你刚才说你这只收奇珍异宝，巧了，我这刚好有一样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宝贝，就怕你这聚宝阁池子太浅，吞不下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就凭你一个逃荒过来的泥腿子，你能拿出什么宝贝？你今天要是能拿出一样让钱某开眼的物件，我钱富贵当场跪着管你叫爷爷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反悔。盘下商铺资产达标，系统锚点已升级为随身存取。长眼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水晶，水晶绝对没这么通透。难道是传说中仙家用的琉璃宝镜？我的老天爷，这镜子里的人跟活的一样，比铜镜清楚10000倍啊！你看那边板镶的神石，七彩的光比宝石还晃眼，这绝对是仙家宝贝。既然钱掌柜觉得我这是拿不出手的破烂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听说城西还有家当铺，我去那边问问。等等，这位爷您慢着，这宝贝绝不是凡间能有的东西。我看你穿的这么寒酸，这宝贝莫不是你从哪座皇陵里盗出来的？或是偷了哪家皇亲国戚的贡品？来历不明的赃物，我聚宝阁有权没收报关。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也不跟你计较，留下宝镜，我私人赏你10两银子当路费。你带着人赶紧滚出平江府，不然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顺着走出这个门。这年轻人也是怀璧其罪啊，能在聚宝阁漏这种宝贝，这下要吃大亏。封口费没收。钱掌柜是不是觉得我既然敢带着仙家宝物大摇大摆进城，手里就没点底牌？天火，是凭空浴火的仙术！我的妈呀，这人是隐世的活神仙！仙师饶命，仙师息怒，是小人狗眼看人低，是小人猪油蒙了心。这琉璃宝镜聚宝阁收，按最高点收，您说多少就多少。我这人做生意最讲公道，不讹你。这面琉璃宝镜一口价黄金500两，少一厘，我今天就用这天火把你这聚宝阁点了当灯笼照路。傻站着干什么？快去金库取银条，取最好的足赤金条，给仙师奉茶，奉最顶级的雨前龙井，快！主公发财了！俺活了2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，黄蹭蹭的，晃得俺眼睛都花了。主公，这老畜生怎么处理？等下找着铺面，把他扔后院柴房锁起来，把之前那袋东北大米放他面前3步远的地方，把铁笼子看得见，一粒都摸不到。等饿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再来告诉我。好嘞，俺保管让他眼珠子瞪得掉出来也够不着1口米。走，去城东盘下平江府地段最好最大的铺面。今天开始，咱们让平江府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东西。主公，咱们稍后叫啥名字？等下挂匾也好让工匠写字儿。大润发。这位爷，您真要这铺子？地契拿来，钱归你，现在就腾地方。
当前资产判定为黄金400两，大型商铺一座，可解锁对应价值现代物资。提取日用调料区，现代精致碘盐、白砂糖各2吨。货架区，提取现代透明玻璃展示柜。我的老天爷！你们快来看呀，透亮了，跟这块水晶掉下似的。这是盐！老天爷啊！我活了40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盐，比皇上用的贡盐还纯上10倍啊！糖，这是仙糖，比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的糖还甜。快把我带的银子全拿出来，这罐、这罐还有这罐，我全包了。我先来的，雪花盐10两银子1罐是吧？给我来50罐，我要给京城的东家送年礼。滚开！这水晶糖我全要了，20两1罐是吧？我出25两，给我装车。哥，咱们的盐和糖卖的好快呀，铁牛哥都忙不过来了。这才刚开始，以后忙的日子还多着呢。王兄、赵兄，你们看看，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姓林的小子，一上午就把咱们3家的生意抢得精光。他那盐那糖品质比咱们的好10倍，价还比咱们低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铺子都得关门喝西北风。是啊，王兄，你快拿个主意，不能就这么看这个外来户在我们地盘上撒野啊！第一，断粮造市，咱们手下所有粮铺全关门。就说漕运断了粮道，把粮价抬到3000文1斗。再雇些地痞四处散布风声，就说粮食全被大润发囤了，是他想哄抬物价，饿死百姓，先把民怨堆起来。第二，掺假栽赃，找几个心腹扮成百姓，买他的盐和糖，回去偷偷掺进巴豆粉，在当众吃了闹肚子，砸他的招牌。到时候民怨沸腾，就算他的东西再好，也架不住千人传万人说。第三，张捕头那边我已经送了500两银子，民怨闹到最凶的时候，让他带衙役过来，售卖劣货、囤积居奇的罪名封店查抄。到时候他的雪盐、白糖，还有那满屋子的琉璃架子，全是咱们3家的。哼，他一个外来户没根没据，就算有冤屈，找谁喊去？妙啊，太妙了！先坏他名声，再借官府的手名正言顺抄家。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，也辨不清。等抄了他家，我最先挑那几架子琉璃搬回去当传家宝。王兄高见，我这就回去安排人手，咱们等着看这小子怎么死。乡亲们，就是大润发这个黑心商行，他们把城里的粮食全买空藏在后院，想把咱们活活饿死啊！砸开他的门，抢出粮食才能活命！砸，交出粮食，不然烧了你的药店！主公，人太多了，咱们挡不住多久。你快带小姐从后门撤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让开，官差办案！大胆狂徒林彻，你囤积居奇，妖言惑众，致使平江府米价暴涨，民不聊生。本部奏奉知府大人之命，即刻查封大院发商行。来人，把这妖人拿下，打入死牢。好在开业第1天我就在库房装了便携监控，不然今天还真要被这老东西反咬一口。张捕头是吧？你说我囤积居奇抬涨米价，不就是3个老东西关了粮铺玩垄断，把脏水泼我头上，想逼死我吞我的产业，玩商战，用粮食卡我脖子。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，对现代工业的恐怖产能根本一无所知。铁牛，把门彻底打开，让乡亲们看清楚，到底是谁想饿死他们。既然他们想用粮食压垮我，今天我就用粮食把这3个老东西的祖坟给活活砸平。开门！林彻，你藏的粮食呢？
弄这些绿瓦片、花纸盒摆在这里，想糊弄本捕头。大家别上当，他把粮食藏地窖里了，这些破玩意儿不能吃，他就是想饿死咱们，冲进去搜啊！都给我闭嘴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救你们的命？你们不是要粮吗？这就是我大润出售的粮，比那3个老东西卖的掺沙子、长绿毛的陈年烂谷子强10000倍。哼，林彻，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？这绿了吧唧、硬得像砖头的东西能吃？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失心疯了。这巴掌大的一块绿砖，遇水竟然能长出这么多吃食，这叫压缩干粮，是仙家秘法用精面、花生、芝麻压制而成。就这一块，就这水吃下去，足够一个壮汉在码头扛一整天的包不饿。老人小孩切一小块块熬糊糊，能保3天饿不死。3大粮商说城里没粮了，睁大眼看清楚，我大润发不仅有压缩鲜饼，还有这顶级水晶精米，不带沙子，不带苦味，煮出来满屋飘香。3大粮商1斗发霉敢卖3000文，我大润发今天放粮，压缩干粮15文钱一块，散装精米1斗只要300文，自热饭60文一盒，敞开供应，绝不涨价。谁要是敢说我没粮，今天就让他跪在这米堆前面，一粒一粒给我舔干净。我有15文钱，我要买活菩萨！打倒3大粮商，谁敢动林东家和大院发，就是断我们的活路，老子跟他拼了！疯了，全疯了！快撤！这样子本捕头办不了。回头让人给刘知府送2罐最好的雪花盐过去，就说咱们想拿个官盐代少的名分，利钱按规矩给。算算时辰，大润发现在应该已经被暴民砸成废墟了。那姓林的小子，这会儿估计在死牢里哭爹喊娘呢。等这阵风波过去，咱们手里的粮价再抬2成，这一冬赚的够咱们子孙3代吃穿不尽。老爷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放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可是大润发被抄了，抄出来的物资都拉回咱们仓库没有？没抄，张捕头被暴民赶跑了。那李林彻不知道用了什么仙法，凭空变出成千上的绿砖干粮和无火神仙饭，一块绿砖能顶3天鹅，只卖15文钱啊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10文钱连运粮的脚钱都不够，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？就算是朝廷开仓赈灾，也拿不出这种能顶3天鹅的神物。真完缺呀！现在全的老百姓都在抢着买他的神仙饼，咱们粮铺外面还他们2部前门口泼大粪，骂咱们是黑心奸商，喊着要烧了咱们的铺子。我们3家为了垄断粮价，借了钱庄3分利的高利贷，把周边州府的陈化粮全高价收回来，囤满了仓库，就等着断粮的时候赚个盆满钵满。李府这是为咱的江粮踩进了泥里，只要他的货不断，我们手里那些天价收来的粮就是一堆没人要的垃圾啊！完了，百年基业毁于一旦。主公，刚才下面兄弟来报，王家那几个粮铺的掌柜都快把牌价牌砸了，现在把粮价降到30文都没人理。这只是利息，敢动我，3天内我要你们3大粮商跪着把产业全部交出来，去大街上要饭。谁都知道林东家心善，却最恨卖亲求荣的畜生。听说了吗？王李赵3大粮号全垮了，囤的陈粮烂在库里都没人要，钱庄天天上门逼债，王不仁昨个都吐血了。那还用说，全靠大润发的林东家，平价的鲜饼管饱，300文1斗的精米管够，换以前谁敢想？可不是嘛！现在谁不念叨大润发的好，那就是咱们平江府百姓的活菩萨。夫人慢走，下次要货只管吩咐，小的让人给您送到府上。东家，今儿个上午流水比昨日还多2成，库房的货我都清点备足了，绝不会断供。主公，这孙老茧原先在王家干了20年，确实是把好手，才来3天，钱塘的规矩就全立起来了。能用则用，就看他能不能守得住本分。闪开！都给本官闪开！衙门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！那不是城东的李教育吗？怎么成这副模样了？看这样子，分明是中了剧毒啊！终于来了，打了小的，
蹦出老的，这点贪念倒是比我预想的还沉不住气。林彻，你可知罪？李教育今日清晨使用了你大润初售卖的雪花岩，不到半个时辰便毒发倒地，命悬一线。你这妖人，竟敢在岩中下毒，谋害朝廷命官！竟有此事！我今早刚买了2罐，难怪岩白的邪性藏着歹毒。说贼拿赃！我大润法每日售出雪花岩上千罐，旁人吃了都安然无恙，为何唯独李教师一人中毒？单凭一面之词，便定我的罪？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本官既然敢来，自然有铁证。孙掌柜，你出来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这妖人是怎么下毒的！启禀知府大人，草民要检举。这林彻根本不是什么活菩萨，他是包藏祸心的妖人。昨夜子时，草民起夜，亲眼瞧见他偷偷摸进库房，把一包砒霜斟进了专供权贵的雪花岩里。他还说毒死了城里的高官，这平江府就全是他的天下了。竟有这种事！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孙老狗，你放屁！主公给你开10倍工资，待你不薄，你竟敢串通狗官反咬一口！俺今天砸烂你的狗头！怎么被戳穿了就想杀人灭口？来人，把兵器都架起来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来人，把这谋财害命、意图谋反的妖人拿下！大润发所有物资即刻查封，充公查验。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，想名正言顺吞了我的产业，也不怕撑死。孙掌柜，我给你平江最高的乐器，放权让你打理钱塘。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啊，昨夜刘知府的人绑了你在城南私塾读书独子，拿他的命逼你做伪证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我是亲眼见你下毒，知府大人明察秋毫，今天你插翅难飞。既想救儿子的命，又惦记着他许诺的1000两白银新东家的位置，两头都想占。孙掌柜，你选了条最蠢的死路。法宝？那是什么法宝？孙掌柜，你说昨夜亲眼见我下毒，那大家就一起看看，这摄魂照骨镜里，昨夜往岩罐里投毒的到底是谁？里面的人在动，那是库房，连扫帚都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仙家法宝，能照出过去的事？林彻啊，林彻，你别怪我心狠。知府刘大人许我1000两白银，还有城南的大宅子，毒死李教言。这大润福就是刘大人的，我就是新东家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啊！灭。不是我，这是妖法，他抽了我的魂魄作假。知府大人救我，救我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串通刁民下毒，谋害命官，强夺民产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传到京城，我这身官袍铁定保不住，搞不好还要连累家族。刘大人，现在你说到底是谁在下毒？若是觉得这刘玉照的不够明白，我不介意差人把他送到京城，呈给当今圣上，让满朝文武都好好品鉴一下刘大人的青天手段。林先生，是下官糊涂，是下官听信谗言，差点酿成大错，下官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把这以下犯上投毒害人的狗奴才拖出去，杖责80，流放3000。先生，恶徒已经伏法，李教医那边，下官立刻请全城最好的大夫去医治，保证药到病愈。您看，这刘影镜，镜子里的东西，我不会随便给人看。以后平江府的伤势，还得劳烦刘大人多照拂，咱们互惠互利。我保你官运亨通，金银不愁。要是敢有二心，明天这画面就会出现在京城大理寺公台上，懂吗？杀了他容易，可朝廷再派新官来，又是麻烦。留着他绑在同一条船上，平江府的官场就等于打通了。下官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报800里加急！朝廷大军伏牛山大败，叛军楚明月部攻破虎牢关，正往平江府杀来，最迟3日兵临城下。快，这边！我跟上。
用留别克，先是清正好了。仙师，大事不好了！城外尸骸堆成山，井水都发臭了。城里已经有人上吐下泻，浑身烧得像火炭，这是要闹大瘟疫呀！逆天性离避加伤寒，在这古代，确实是要命的瘟神。瘟神，是瘟神下凡受命了！谁来救救我们？都别嚎了，这是天降瘟疫，是上天的惩罚。寻常草药根本没用，也就我保和堂祖传的续命还魂汤能压得住瘟气。都听清楚了，一剂还魂汤50两纹银，拿城南的房契地契换也行。没钱的赶紧滚回家准备后事，别死在我门口，脏了地方。钱大夫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我儿子快不行了，我们实在拿不出银子，求你赏一口药吧。哼，没钱也敢来求医？来人，把这风篷布拖走，打出去！什么人敢闯我保和堂？你有俩糟钱就敢管瘟疫的事儿？把孩子放下，往后退。林彻，这是天降的灾劫，你的粮食能管饱，还能管治病，敢强出头，小心瘟神收了你的命。天降瘟疫，不过是些细菌病毒罢了，拿几包破草药就敢讹百姓的房契，前一天，今天就让你开开眼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仙家医术。医药区早已全面解锁。那是什么？红黄相间的仙丹，还用银子包着，比宫里的御药还金贵啊！按这个剂量为孩子服下，再把这粒胶囊化在温水里，一同灌下去。笑煞老夫了，几口甜水加一把白粉就想治瘟疫？林彻，这小畜生要是能活，老夫当场把保和堂的牌匾嚼碎了咽下去。娘，我饿，我想喝水。活了，铁蛋活了！神仙，你是下凡的活神仙啊！求神仙赐药，求神仙救命！我都要给神仙做牛。传我命令，大润发即刻搭设义诊棚，所有染疫百姓均可免费领取退烧仙丹与灭瘟神粉。铁牛，带人抄了宝盒的蛀虫，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是。钱大夫，牌匾给你搁这儿了，趁热吃，凉了硌牙。治好了，老夫抖的就把寒牌匾吃下去。钱大善人，牌匾都给你备好了，倒是嚼呀！多亏了林神仙，不然我们全家都得烂在这屋里。唉，别说知府，就是皇上也没这么管过咱们死活。以后林神仙说什么，我就信什么。仙师，大事不好了！叛军开始攻城了，他们有精铁打造的工程车，城门撑不住多久了，城破就在眼前啊！救我！我是义军首领楚明月，保我不死。平江府，本将军赏你。将军，保护将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找到了，反贼楚明月在这儿，中了唐门黑煞毒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兄弟们，拿下他的首级，相爷赏黄金1两，官升3级。平江府戒严，你们竟敢窝藏侵犯，按律诛9族，放箭！保护主公，退回上行。哼，退什么？在我的地盘喊打喊杀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
装神弄鬼，死到临头还拿些破铜烂铁装样子，给我放！我的眼睛瞎了，是神光，天神降罚了！神仙手段，这是神仙手段啊！铁牛，把人抬去2楼厢房，剩下的收拾干净。是，主公。你干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碰我们将军。他中的是混合蛇毒，已经往心脉走了。你想让他死，就接着打。我数3手，不让开，你们带着他的尸体滚出大融河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他。剪开他肩头的甲胄和内衬，动作轻点，别碰剑杆。这是消毒的药水，先把伤口周围擦干净。这针是解毒的，打在伤口周围。我教你怎么做，你来动手。我哪会这个？想让他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他中的是混合蛇毒，已经往心脉走了，再耽误片刻，神仙也救不了。消毒，推麻药。这里。这是什么？神水直接流进血脉里，这是换血仙法吗？静脉输液，水挂完了叫我，他死不了。我没死，唐门的黑煞毒，就算大内御医也束手无策。我明明应该毒发身亡才对。是你救了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窗户竟是整块琉璃打造，就算前朝皇宫也没有这般奢华。哼，这里是大润发商行，不是皇宫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楚将军。我们算算账：广补抗蛇毒血清1支，葡萄糖抗生素1瓶，外加清创手术，还有昨晚救你损耗的神器能量，算上折旧和人工费，一共白银10万两。黄金、古董、城池地契都能抵。10万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全军的军饷虾加起来都不到1万两，我哪来这么多钱？抢哪有做生意赚得多？楚将军没钱没关系，我看你是干大事的人。你之前说保你不死，就把平江府赏给我，不如我们做笔更大的买卖。我供，你要兵器，我给。你要治伤的神药，我管够。我出钱出物资，助你打天下。等你做了江山，把这大汉的赋税连本带利还给我。他要的不是一座平江府，是整个天下的赋税。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